师傅说了，别人管咱叫河神不能答应，但咱好歹是五河捞尸队队长，水里闹了祸害就不能不管。这不前阵子刚刚闹过一回吗？魔古道的头子连化清往恶水之源里扔了颗炸弹，想用这剧毒地下水污染全天津。那您说这事儿我能让他干成了吗？一生气我就把这魔古道给灭了，哪成想刚消停没几天，这又闹上海妖了。看来我这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是歇不了了。得，今儿个在座的算是来着了。郭某给列位亮亮捉妖的绝活。刚才码头上9牛下水引出这畜生，我翻身踏上双虎破浪船，攥紧了这柄金鸡定海枪，看我不扎他个魂飞魄散。哎，你还别不信啊，牛属土，9牛镇水，哎，虎属木，木克土。再加上这金鸡报晓，驱鬼除阴，以物降物，生生相克，那海妖自然就被我降住了。这正是9牛2虎一鸡现，河神降魔镇海妖。看来你对这段佳话也颇为熟悉啊。不是，你前面说的魔古道的事儿我知道啊，后边9牛2虎一鸡镇海妖的传说，还有你的事儿。我再给你捋捋啊。大明朝一共16个皇帝，这嘉靖年间发生了。吃吧。别吹牛了，吃饱上路吧。讲规矩，有了白肉，奈何桥才过得去。哎，这酒我不喝了，你喝吧。哎，别，这是送行酒，我还没到时候呢。郭队友，时候到了。一魔古道圣童郭德友引爆炸弹污染海河，即日午时3刻，问罪典刑。断头饭都吃不上，要做饿死鬼喽。要不待会儿赏颗黑枣吃呗，一枪来个痛快。下辈子吧，投胎投个好人家，兴许最后还能枪毙。今儿个就甭想死那么痛快喽，当着老百姓的面儿，得把河妖吊死，解恨。也行，跟皇帝一个死法，不亏。郭队友，郭队友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。炸弹呢？拆了。你跟蓝大先走，我背郭勇出去。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炸弹我肯定拆了。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，你们！加油！别跑！一开始不适应很正常，慢慢就会好的。水下复健一定要坚持，以后每周固定2次。一会儿您还要参加记者会，今天的复健就先到这儿。食谱我会交给您助理，回去还是要避免剧烈活动。这种花味香薰可能会引起轻微的头晕症状，但是对放松神经还有帮助，不用担心。
自求郭德友，系邪教蘑菇道僧童身份，串通蘑菇道，引爆地下剧毒水源，污染海河。至此，天津卫禁渔禁航，民不聊生，实所谓无恶不极。今日处以绞刑。想要彻底解决水源污染问题，恢复天津原有的渔业、航运，那么裁湾取直就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这项工程势在必行。好，丁秘书长这官腔打得比那唱戏的名角都好听。天津百姓世代靠水为生，现如今禁渔禁航不说，还要炸河改道。丁秘书长，这老百姓活路您断得好啊！正因为我们天津百姓靠水吃水，才更要解决水源污染问题。只有裁湾取直工程实施，才能更快地完全恢复我们天津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行。哼，百姓靠水吃水，可您这做大官的是靠百姓吃百姓吧？您刚才说的那几个裁什么弯的爆破点儿，怎么就那么不偏不倚？正好是我一生门的地界呢。你们漕运商会的算盘，是不是打的也忒精点了？裁湾取直畅泄污水，形成新河，这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清污的唯一办法。哼，我听不懂你这些洋片儿，我只知道，萧燕萧秘书长一死，您这准姑爷立马就坐上了他的位置。丁会长为了当上秘书长，那可是六亲不认呐！啊，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您的话几句真，几句假，我掂量不出来呀。哎呀，郭德友，你还有嘛话要说？别给我离分，含着。一秒5点提醒我。丁秘书长，你先走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我在戏园子里都没听过。前秘书长千金萧兰兰替父报仇，拿枪崩自个儿相好了嘿！好。除非我崔疯子死了，不然裁湾取直就搞不成。注射阵地，2个单位，一定要保护好疫苗物体。我一拳打死你们！顾小姐，顾小姐，您冷静，冷静。您在恶水之源受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您放心，这里绝对安全。
恶水之源爆炸之后，您失血过多，一直昏迷。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。我们发现，您对魔古道病毒完全免疫，血液中先天携带病毒抗体，也就是说，您才是所谓的魔古道圣童。等我们采集完最后一批抗体样本，明天就能安排您出院了。到时候，您就可以跟小和珅见面了。丁卯自打当上了秘书长，演一出吕布杀董卓，先跟萧家断了往来，又要绞死郭德友，后续有什么作为，不好说呀。都督，白市长，吴司令，听说记者会现场演戏了啊，发生了一点意外，已经处理了。擦枪走火，可得留神。现如今，我白某有2点疑惑，得向丁秘书长请教。不敢，请讲。哎，我插一句，裁湾取直闹这么大动静，钱也没少花，什么时候见成效啊？裁湾取直呢，是德意志水利专家与环境专家群策群力，目前研究出的最优方案。只要爆破工程与河道开挖顺利进行，不出2期一定立竿见影。我感兴趣的是疫苗的推进会不会被老百姓们绊住脚啊？老百姓惧怕西医洋药，这是意料之中。一会儿呢，我就会去接种的现场，亲自监督与宣传。哦，好。平民院，不如得民心。丁秘书长，武司令，我算是琢磨透了，咱们3个在这儿干着急。您看看人都督，心如止水，泰然自若。为啥？为啥？运筹帷幄呗，心中有数呗。哎，丁秘书长啊，你说怎么才能让这裁湾取直和接种疫苗得民心呢？愿闻其详。不抢饭碗，不掏腰包。都督，从下一批到港的疫苗开始，所有的接种与宣传费用由漕运商会承担。我还会联合盐商、茶商等几大商会，以都督的名义，向被封河所影响的百姓发放一定的补助。英雄气长啊，儿女情短呐。谁不知治国良，了是身断的颠不长。好。水道给封了，怎么着？今儿个连大马路都不让人走了？让走啊！打了针拿了卡，条条大路都能走。杨真我们信不过，病死了认倒霉，但不能不让我们进城啊！对呀，而且你们这打针也太贵了呀！这疫苗
是丁秘书长从德意志引进的，是人家留学时候的导师，德意志的医学大拿亲自研究开发的，这能信不过吗？打完立马安居乐业，贵点怎么了？免费的我们也不打，有没有回家？干嘛？你回去，打完疫苗才能过，有黄卡才能过。天儿阴，鸟都不出来。是知道有白事儿哦。待会儿啊，我去烧桶热水，你烫烫，去晦气啊。只要打完疫苗，拿到黄卡，不光可以进城，还可以放心的使用河水种地和日常的生活清洁。但是，千万不能直接饮用，明白了吗？还有谁有黄卡？让开！黄卡，让开！这是人口密集区域，有黄卡我不拦你，没有，先去后边打针。打了针又怎样？采完取直炸河改造之前，我们还是一样不能喝水，不能打鱼，那我们还花钱打针干嘛？就是啊。这是丁秘书长亲自下的文，不打，可以啊，原路返回。干什么？别跟我提什么狗屁秘书长，给郭爷定罪的子儿就是他遣的，还有脸说自己是老河神的徒弟，妄睡！郭德友是魔古道河妖，丁秘书长灭河妖，那叫大义灭亲。同门师兄怎么了？对，灭完之后。全天津都是漕运商会的地盘，好好的五河捞尸队，队长没了，就你还能跟条狗似的在这儿给他看门，我看着都恶心。让开！干嘛？站住！后退！后退！后退！郭爷，郭爷，是我，叶牛啊！郭爷。手上是魔古道病毒呢，还真是。河妖不是魔古道圣童吗？怎么也会染病？
同行。还要变锅穴了，这是给他脖子上咋说那呀？一下就笑了，笑了，嘿，让那些活事的道的都笑了。大伙儿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人离难，难离山。我今素以慈善根，令诸众生无一余，一切灾难化为尘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尘土生天，地为母。我让你看棺材，我让你烧晦气，这不都是假的吗？那颗炸弹肯定已经拆掉了，不可能再爆炸，所以一定有另外一颗。您是说恶水支援下面不止一颗炸弹？没错，我当时就在水下。如果是我引爆的，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我们已经快要逃出岩洞了，突然从另一个方向发生爆炸，岩洞塌方，水流一下子涌出来，把我们都冲散了。明白了。嗑药果得咬，你还有嘛话要说？别给我离分，含着。立块人中龙凤碑就行。没的。这得亏小爷我闭气的功夫超凡绝伦，要是换做普通人，就那个破铁钩子早就没命了。都督上任要杀鸡儆猴，要不是为了不让我这个秘书长失礼难做，我才不当这替死鬼呢。你们就不能对我好点？我对你好，二哥。得劲儿不，二哥？舒服。哎，对了，那天你用什么玩意儿给我画的呀？我怎么浑身都痒痒啊？乌龟鸟夹板蓝根，画消灾福才会用的高级颜料，画上去的时候颜色清晰，1个时辰准消失。不然拿着打完疫苗，病毒立马就好效果呢。这之前得多撒，万一一会儿有人来调研啊，看着得像那么回事儿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瞅瞅这纸钱撒的，像画骗子似的。你还真以为给自己办事儿啊？被画完了，翻过来吧，二哥。嗯，好。六哥，咱俩还是把词对了。来，丁秘书长灭后妖，那叫大义灭亲。行，你这句话你得把气儿提起来呀，不然我那一把怎么推得出去？哎，牛哥，到时候你稍微搂着点，别推太使劲儿。废话，再来，咱俩上院外边对去。画完了，赶紧去棺材里躺好，别让人看见。要说还是顾影这身子不硬了，失血昏迷这么久，醒来差点把我的医护人员给打了一顿。用他的血清研发的疫苗，效果能差得了吗？你给我打的是疫苗？不能说好是做戏吗？3支生理盐水就够了。你怎么不让我给你注射2两状元红啊？求就别了。哎，再给我来2斤热水。好嘞。成就会稽金刚钻。值敖代任金城都督伊始，水源污染全面控制，蘑菇邪道彻底铲除，台湾取直有条不紊，农渔恢复指日可待。
自都督府原资疫苗派发，新增病毒感染者无，新增农畜感染案例无。原因金城警局公告，何邀县市传言皆属谣讹，严禁散布。在法场，我可是眼瞅着他断了气。对呀，还成了活尸。这疫苗一打，嘿，活了。哼，要说这外国针啊，还是灵。反正现在也不要钱了，不打白不打。此囚郭德友借助闭气功夫，致使侥幸失效，仅造成昏迷假死现象，后出现蘑菇道病毒症状，因此排除其蘑菇道圣童身份，特此撤销郭德友通缉令，去除其蘑菇道同党身份。世上没有何药，有言之于大家。恶水之源爆炸，万幸，郭德友、丁卯、顾影、肖兰兰4位是顺利逃脱，并无大碍。但这一炸不要紧，把整个天津卫炸的是一团乱麻。连华清消失无踪，不见踪迹。铁腕都督新官上任，下令丁卯暗杀萧兰兰之父。丁卯领命立功，顶替萧燕，跟萧兰兰原本是佳偶天成，现如今恩断义绝，反目成仇。小神婆顾影重伤落入毒水，非但活命，竟然毫无感染迹象。果然，成功用其血清研制出病毒疫苗，投产派发。再看小河神郭德友，与众人联手上演诈尸好戏，脱罪保命。丁卯坐实官位，顾影顺利出院，事态平息，皆大欢喜。怎料想天津卫奇案再续，杀机又起。崔老板是真喝多了，您多担待。下回来天溪啊，甭管点什么，都算我头上，行吗？咱说好了啊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嘛呢？对不住啊！把我们家寿星晾着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现在这天津卫是你们漕运商会的天下，就不把我们义生门当回事了是吧？什么玩意儿？瞧您说的话，金门上下，往少了说，崔老板不得占了半边天呐！哼，你知道我今儿来干嘛了吗？能不知道吗？寿桃已经吩咐后厨蒸上了。崔夫人，先福永享，寿与天齐啊！您费心了。那二位先听戏，酒菜马上到。等等，再说两句，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蓬莱松柏枝枝秀，夫人福海岁岁坚。中听，中听。上好的滋补参汤，孝敬二位。慢用啊！
管是来祝寿的，还是来奔丧的，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干嘛呢？让开！干嘛呢？干什么？打！干嘛？往这儿打！打！不能进去！丁秘书长怎么也在啊？要是让一生门撞见，你可说不清楚啊！裁湾取直需要水域测绘，但凡负责一生门地盘的工程师都失踪了。我是来找崔疯子要人的。老傅非让我帮他断案，要不是眼下捞尸队没生意，我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能干这么劳神的差事吗？你都丁大秘书长了，还来这个？断成两截之前应该很疼吧？崔疯子怎么一点表情都没有？断裂部分是从胃部开始的，他生前有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断裂可能是因为食用了某种带有强烈腐蚀性的毒素造成的。这不是二当家吗？这不是二当家吗？这不是。哎，你们这是让开。兄弟，这次的案情非常棘手，我们专门请了2位专家协助调查。除了办案人员，别人还真不太方便。非让我动手的是吧？啊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出去跟他们谈谈。他那个大头鬼，你不怕死没事，如果进来连我一起砍了怎么办？这下完蛋了，人赃俱获啊！师兄弟冰释前嫌，齐聚案发现场，人是谁杀的，审都不用审了。你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不可能，我身正无法硬死。崔疯子是不是说了，想要裁完取直，除非他死了？快，我上不去。这有什么上不去的？诸位兄弟，请大家先上2楼休息会儿，茶水算我们警察局的。良民尿急，想借戏院茅厕一用。古语有云：“活人不能被尿憋死。”啊，尿急旁边女厕所没人。尿！哎，收回去，收回去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哎，别，管！我小牛皮的鞋！哎，都不会尿了，都给你收起来！看看，现在这世道，风和风路不说，都开始疯尿了。都不许过来！不能在这尿！快点，都给我出去！在那儿呢！这，回去！别跑！站住！这下好了，他
逃离案发现场有理都说不清了。你以为不逃就能说得清了？皇帝把狗活当不是屎也是屎了。我们只比你早来半步啊！大哥！这次无法无天！再胡闹，把你们都抓回警局！在下京城警局。敌人内急，方便一下失陪。哎。丁秘书长，不必了。笔姓郑，刚刚调任金城警局队长副职，幸会。啊，郑副队长是吧？这正副副正，到底算正的算副的呀？这位是啊，鄙人郭德友，丁秘书长的师哥。谁呀？我们大当家刚在记者会上说了几句丁某他不入耳的大实话，今儿就横死在这茅房里头，他还就正好也跟这儿，不是他杀的，还能有谁？我今天来这儿呢，是找崔老板问一些事情，结果刚到，人已经没了，人都断成两截了，下手够狠啊！这个案子还有很多可以调查的细节。郑某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。这种事一般怎么才算了啊？走官道还是民道？关老爷都来了，官道自然该走还是走。但丁某要是自认还是漕运商会的人，还在这行当里混饭吃，那民道也跑不了。除非解散漕运商会，不在行当里，那就不用守行当规矩。有人，
那这行当规矩要怎么守？移头命案，立里命状，3日入列，以练日为限。查出真凶喜自个儿的罪，查不出，以死谢罪。那要查出来发现事情是冤枉了，那怎么办？我自断一臂。查不出来要命，查出来要条胳膊，不合适吧？我最多当个见证人，怎么选还是要看当事人的决定。行，我答应你，3天，我给你真相。好，那就收拾收拾吧。走。再让那姓丁的多睡3宿。哎，他嘛时候进去的？郑队长，能劳烦借根烟吗？兄弟莫谈借，人情有来回，咱来日方长。收队。茄子烫老了，皮儿偏涩发甜，一看就是井水灌溉，没有用受污染的河水，没问题。哎，这饭菜要是有毒，你也想断成2截啊？丁秘书长，这点烟变冤通神佛的事儿，最好别瞎搅和。神什么佛？这就是过敏反应造成的脑缺氧。通过幻象带入现实中观察到的蛛丝马迹，以后别叫什么点烟变冤，它有学名，叫过敏性神经激励症。鲜姜也盖不了土腥味儿，水库鱼也没问题。去了虾线挺干净，进鱼之后就打不上来这么大个的虾了，没问题。熬过水，时间刚刚好，桂花蜜也是新酿的，甜味适中，没挑。都没问题啊。
聂老板真是讲究人，润喉汤料这么足，真舍得放人参。变出什么来了？饭菜都没问题，你吃都吃了，有问题也晚了。这2只汤碗的做工跟质地，跟桌上的餐具都不是一套。所以呢？唱戏的人有用参汤印场的习惯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参汤应该是这园子镇场的名角聂小秋聂老板的。一般得是来了贵客，才会专程差人从后台端上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参汤有问题？崔夫人和崔疯子都喝了。对啊，你也喝了。你可能要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崔府。干嘛？去问问寿庆公，大过寿的，一口饭菜不吃，有什么心事？哎，肖小姐，忘了告诉你，是丁秘书长特意嘱咐局里不要追究，我们才能那么快的放您出来。哎，丁秘书长，今天给副队长添麻烦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以后就不用再提了。那肖小姐，您节哀，傅某就告辞了。不送。君瑶哥，来了。表哥，腿麻腿，没事吧？给你出的主意吧，他就会这招。你在这干什么呀？本来事儿啊，你也往深找。一身门的人现在恨不得把你给拆了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帮我个忙呗，啊？你说，崔夫人在哪儿？一般浙江王死夫人不宜见客，在房间。去晦气，你往这儿一直走，到了第3进院。正对着的就是崔夫人的房间了。你一个信马进后院，这不明摆着让人怀疑吗？你说我怎么办呢？干什么？别废话，给我脱了！先就设在后院吧，人多势杂，看紧点儿。老爷不在，要提防有人趁乱闹事。夫人放心。事儿都办妥了，那就好。你先去吧。您大驾光临，非但没有亲自相迎，还让您受这份委屈，可真是得罪了。因事出突然，
我又急于查明真相，只能出此下策，请夫人谅解。益生门和漕运商会之间的事，我说不上话，也帮不上忙。我只是想问夫人几个问题，问完就走，不会过多叨扰的。崔夫人，崔老板死前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他喝了酒，一直都是那副样子，也分不清什么是对劲儿，什么是不对劲儿。医生门名下有没有没申报的私矿？生意上的事我从不过问。那您和崔老板的感情不和，又是从几时开始的？夫妻日子过久了，哪有什么感情好坏而言？好与不好，自己也都察觉不出来。夫妻之间口角是非，感情淡漠，这是寻常之事。但是同床共枕，还要在枕头下面藏刀，这事儿就不寻常了吧？崔夫人，如果夫妻感情真到了这个份上，丈夫非但记着您的生日，还一起到戏院庆生，在春和大戏院，本是您的寿宴，却9米未沾牙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您跟崔老板之间的夫妻感情不和，是您单方面的淡漠，崔老板对此也颇有不满。你一定是怀疑是我杀了他。没有证据，我不会乱下结论的。单方面的淡漠。您知道他每个月会喝大几次吗？我说的不是微醺，是大醉、烂醉。只要喝多了酒，就会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，多难听的话，只要对着我都骂得出来。第二天酒醒来，所有的恶语相向、拳打脚踢一概不记得。出了这道门，还是当他的大爷，还是要借着跟您的漕运商会死磕，抻出他的英雄气概，拿儿血性。说实话，那把剪刀，我真不是给他预备的，是给我自己。我走的那天起晚了，差点赶不上轮船，着急忙慌的，也没好好跟你道个别。这一晃就是15年，想着这次回来一定要第一时间见到你，但是海上风浪，我这紧赶慢赶，还是晚了2天。我倒没想到你会回来。我当然会回来啊！你就我这么一个表哥了，真是人走茶凉。说是调查，把值钱东西全都搬走了，这不就是抄家吗？我要早回来2天。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。对，人没事就好。师傅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该报该了，早报早了。
您跟这儿一个人嘀咕嘛呢？哎，又惹什么事儿了？瞧您说的，春和大戏院的拿手菜，在我的提醒下，您徒弟丁某孝敬您的。难怪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春和的菜，以后怕是没人吃喽。你给师傅送的这是关门菜呀。您不愧是不出龙王庙便知天津事儿。那您说，这案子咱们从哪儿解呀？老了，老当益壮，老而弥坚。天津卫有您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我是说茄子老了，我就说老了嘛。这肉末跟茄子下锅的顺序都弄颠倒了。不是师傅，我没跟您聊做菜，您那位倒霉徒弟，把命都拴这案子上了。您说败家不败家？我呢，作为师哥，倒挺乐意见死不救的。只不过这东西传出去吧，有辱师门，所以问问您，这到底怎么解？都是孽，解不清。师傅，您这说话能不能别像抽烟似的云里雾里啊？少闻烟，别喝酒，身子骨还是老样子。该泡澡接着给我泡，闲事儿能别管就别管。哎，师傅，您这不吃了呀？这肉菜还一口没动呢。观音莲，就那个什么小河神郭德友吊死了，变活尸，又拿疫苗给打活了。不知道您怎么看？今儿我是见着他本人了。全虚全影儿，跟没事人一样，我不信。河妖要不要灭？哪能不灭？把魔古道彻底从天津打扫干净，可是都督您跟北京那边许下的。河妖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老百姓心里。属下脑子笨，您再跟我说道说道。甭管魔古道灭没灭，郭德友死没死，只要老百姓心里的河妖没了，那天津卫就是太平的。疫苗打着，河道裁着。秘书长都让人家当了，还染不了他保自己师兄的一条命吗？要不说您是都督呢，让我去灭戏园子的火，一来给丁某3日之期喘口气儿，查出案子保住命，继续受您差遣；二来又不至于偏颇丁某，让白市长和武司令心里好受。可叹，葫芦雕精细，总会有虫住进来，时令不对，逮虫得入秋。这好比蛟龙为神灵家，这好比猛虎为月辰。当牙虎在笼中，我不打，我岂肯放虎归山野我马人抓。
老爷性子暴，脾气上来不是打就是骂，更别提喝了酒之后的模样。夫人苦闷归苦闷，却也没有做过出格的事儿。平日里也就好喝茶，侍弄花草，除了去春和听戏，还有和王夫人小聚，门都不出。王夫人？哪个王夫人？不太认得，是司机送了去的，我们不跟着。行了，你走吧。谢谢丁秘书长。这就是崔夫人常包下来的那件了。这不是崔疯子给崔夫人贺寿的那件。这件包厢是我们这里位置最偏，也最便宜的。崔夫人啊，选这件，肯定也是心里知道，一个已婚女子单独出来听戏，到底不光彩。这事儿啊，估摸着崔老板压根儿就不知道。崔夫人经常来听戏吗？只要聂老板上台，场场不落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崔夫人和聂老板可能有一些……这话可不能瞎说。聂老板背后可是有人倚仗的，你我都吃罪不起呀。捧聂老板场的人多了去了，咱们戏院一半的客人都是靠聂老板撑着。上个月，他从我这儿取走了他存在我这儿4、5年的包银，一开始啊，可把我吓坏了。还好聂老板人仗义，跟我明说了，不是要换戏院，我才安心呐。您不会是想在他身上给我找事儿吧？这是在砸我的戏台子呢。你不是说饭菜没问题吗？还来戏院子后厨干嘛？闭嘴！你干什么呢？出子不偷，无故不收。我们是来找线索的，你又……味道还真不错。二哥，丁某那腿，你看着是不是特别过意不去啊？你说他不会一直这么瘸着了吧？挺精神的一个大小伙，怎么就……有完没完呐？火腿都堵不住你的嘴，还想什么丁某的腿？说说吧，干什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你们谁呀？你们谁呀？我是这儿的学徒，师傅让我来拿东西的。半夜3更的，师傅让你来拿口锅呀？啊，咋了？
回家做宵夜行不行？行，做宵夜，做宵夜，做宵夜。哎呀！鼻子都摔瘪了，帽子还戴得这么结实，藏什么稀罕货了？你说我是告诉你师傅你偷锅呢，还是告诉赌场老板你用真心色呢？别，爷，求您了，您耳聪目明的，就饶了我吧。那你就老实说，你到底干什么来了？嗯，哎，我呢偶尔玩点骰盅和牌九，这外面欠了点债，听说今儿给聂老板熬参汤的锅变成了金的，就动了点心思，想拿去抵点债。你说就这锅给聂老板熬的参汤啊？对啊，聂老板讲究，登台之前都要喝点参汤润润嗓子，都喝了好几年了。谁成想这次熬出了口金锅。那崔疯子和崔夫人喝的也是这汤？应该是吧。行了，你走吧。我那骰子，不要了！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送您。那我这锅您，还要锅？送你，还要锅你？二哥，这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？赌棍使诈的小把戏，想扔几点扔几点。想扔几点扔几点啊？3，不对呀，这是6啊。4，